拜登政府日前签署了美国首份关于非法不报告和无管制捕鱼活动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并且宣布将会与越南、台湾地区等地加强合作，出台新规以打击非法捕捞活动。虽然白宫在这个文件当中并没有明文提到中国大陆，但无论是外媒、台媒都一致认为这个事儿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美方在自己存在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反而大打非法捕捞牌，是不是太勉强了呢？这个牌能打得好吗？苏女士，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过去美国搅动区域，尤其是搅动海上安全问题，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确实需要一些新的动力，一些新的切入点来介入到海上安全问题。这个时候呢，所谓的非法捕捞问题，一方面美国认为对于地区国家刺激性较小，而另外一方面呢又比较好用，而同时呢涉及到台湾，美国希望把台湾拉入。但是大家会看到，美国套路的核心是在过去美国搅动南海问题的时候，其实对于台当局来说，并不愿意完全配合美方的做法。台当局尤其是面对岛内民众的一些质疑，还是有所顾忌的。但是现在呢，如果有一个所谓的新的议题，海上的这种非法捕捞的问题，直接介入到南海主权争议等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敏感点，对于美方来说，似乎可以某种程度的拉蔡英文当局来进行背书，也会为未来美台合作开辟一些新的议题、新的路径。所以呢，从美方这一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阴险的设计。美国现在的主要政策，不管干什么，就连包含跟这个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通通都说是中国害的。所以美国现在的话呢，想尽办法造谣生事，想尽办法无事生非。美国做这种事情，就是装箱舞剑，意在沛公啊。美国这种事一旦通过以后，马上就开始拉帮结派，然后认为自己的话呢，结派属于美国这个团体的都是合法捕鱼的，不属于这个团体的就是非法捕鱼的。美国基本上的认知就是听我的话的就是合法的，不听我的话就是非法的。现在问了，美国凭什么决定法律的合法跟非法美国甚至自己连民主的资格都不配，他哪有资格来决定人家合法和非法的？目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史无前例地在亚太地区进行了部署，接下来美台是否有可能打着合作旗号在海警方面进行勾连？那么这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呢？苏女士。其实呢，从民进党当局他的视角当中，应该看到的是，当美国把海岸警卫队的相关的舰艇部署到亚太地区的时候，考虑到的优先的并非是介入台海局势，而是美国认为呢，这样的一种部署的本身是一种试水，是让把更多的美国的准军事力量在向亚太地区进行倾斜、进行投入的时候，美方在观察地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反应。那当美国把海岸警卫队派向亚太的时候，从台当局他们的描述当中，似乎这体现出的是美国对于蔡英文当局的支持，也希望呢通过这种合作来加强美台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强行加息的动作的本身，反映出的是现在呢台当局认为美国在对台支持方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的时候呢是光打雷不下雨，所以造成了蔡英文当局的某种焦虑。那这样的一种对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刻意的贴靠本身，也是希望进一步的把美国的一些准军事的力量引入到台海地区。所以呢，从蔡英文当局来说，他有他的一些考虑，而从美国的方面来说，也在观察地区国家，包括台湾岛内的反应。未来美国会不断的翻新它的花样，利用各种切香肠的方式，在台湾问题上来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试探和挑衅。那么台湾当局也会予以积极的配合。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在灰色地带的一种手法，既可以所谓的降低敏感性，又可以提升实质性关系。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双赢的这么一种合作。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这肯定是一种对中国发起的或者构成的一种新的挑衅，也必然会遭到我们的严厉还击。我们也注意到，中方表态台湾海峡不是所谓的国际水域之后，美军机在台海挑衅动作不断，多次飞越台湾海峡。苑先生，美军的这些行径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最严重的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生？这会是一个导火线有可能擦枪走火，有可能因为你所有发生争执的焦点可大可小，这的确是未来很危险的一个讯号。
对整个体来讲，对台湾也不会太好。拜登时期已经不仅得到了这种固化，而且频率还不断的提升，甚至可以说达到了1个月1.5次，未来也很有可能会继续增加。而且每次经常经过的时候，也都会大张旗鼓的进行这种渲染，高调的这种来显示同时呢，也会我们看到美国不断在拉拢，就是加拿大啊、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甚至韩国和日本来伴随美舰来穿行台海，其实就是要向大陆进行武力示威。假如说美舰未来继续增加频率，那么也势必会遭到我军舰艇的跟踪、监视，甚至驱离。那么也自然而然有可能会增加两军之间的这种爆发一些偶然事件或者是意外事件，甚至导致擦枪走火的危险。